秋姑娘，你真是一个实诚人。做生意自然是要讲究诚信的，若是一味的重利，那迟早都会砸了自己的招牌的。元山郡主越发喜欢眼前的女子了，虽然是个农家女，但言谈举止都让人另眼相看。啊，对了，秋姑娘，我有一个闺中密友，她的脸虽然不像我这样丑，但却很粗糙，你可有什么办法改善没有啊？我今日已约了她，你若是不介意，我便让她来见一见你。你之前说让我给你找一些客源，正好她就是。你帮我找客人，我哪里会介意？你让她上来吧。春和立马去叫人。你家郡主好好的让我出来做什么？我都说了，我这张脸就是这么粗糙，那些个男人喜欢就喜欢，不喜欢拉倒，我又不是非要嫁给他们。沈大姑娘，你就来看看吧，我家郡主的脸都变好了，你这个肯定能行的。你可别忘了，你今年都要满20了，若是再嫁不出去，咱们华京的第2个笑话就是你了。等人走到跟前，秋之意一眼就看出了这位沈大姑娘毛孔粗大，皮肤粗糙，年纪轻轻的肤色就有些暗黄了。秋姑娘，这位是将军府的沈大姑娘，因为长得稍微粗犷了些，在咱们华京说亲有些难度，我寻思着看看你能不能给她研制出一些东西来改善一下。云山，这次你用的这东西还真是有点用处啊，你这脸确实是好了一些了。那是自然，不然我怎么会让你也来啊？秋姑娘，你莫要见怪，我这张脸小时候都不是这个样子的，主要是后来和我爹一起在边塞吹了太多的风，又在军营里啃泥巴还打架，有时候累了一天，脸都顾不上洗一洗，这时间久了才让我的脸变成了这样，我也是无所谓了，但我娘为了我的脸眼睛都快哭瞎了，都怪那些个上门的臭男人，非说我这脸有问题，要我说啊，我这有鼻子有眼睛的哪里就有问题了，我看他们才有问题。闻言，秋之意忍不住笑了一声，这沈大姑娘说话还真是耿直啊。将军夫人能不操心吗？现在你嫁不出去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了，暗地里说你长得一张母老虎的脸呢。上次你被退亲，连将军都觉得面上无光呢。那是那白面小子没眼光，我看他文文弱弱的，和我正好婚配，我还能保护他呢。可他还嫌我的脸比他的还粗糙，说摸起来跟摸石头似的。听着沈大姑娘的趣事，秋之意也算是开了眼界了。沈大姑娘，你这脸没什么问题，平时多用一些水乳哦，就是我刚刚给郡主研制的这种，时间长一些就会有效果的。实际这些东西就算平常的人用起来也没什么的，皮肤反而会越来越好。你是说寻常人也能用？用了也能变美？是的。那秋姑娘，你能不能多做一些出来？我家里人多，我想给他们都送一些。好，我回去加人手帮忙弄，争取多弄一些出来。云山当即又拿出了2锭黄金递给秋之意，算是我的定金。沈大姑娘寻思来都来了，她给了秋之意2锭黄金。秋之意兜里揣着6锭黄金，兴冲冲地回到长安村，当即把一家人召集起来。之意，你这是哪儿来的呀？家里一向最为淡定的邱正生这下都不淡定了，这一锭金子有2两，1两金子就能换20两银子，相当于一锭2两黄金就是40两银子，现在他有6锭，那就是240两银子啊。这些都是我卖的美白霜，我之前研制的力气没白费吧？真的有人买那玩意儿？娘，若这东西把名声打出去了，以后买的人不知有多少呢，到时候咱们这价格还得往上抬一抬，反正这些个富贵人家也不在意这几两银子。你那么1两瓶就卖了这么多钱，莫不成这些有钱人家都是傻的吗？怎么会出那么多钱买那么一点东西？爹娘，我准备等咱们村寨建好以后，我到时候先在家里多制作一些成品出来，这些东西都是给华京里的贵人用的，只要咱们的东西好，不怕没有销路。三妹，我到时候跟着你干。三妹，我也是。对了，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可有的忙了，这里面有4锭的金子是定金，等我们交了成品，
到时候客人会把全部都结清的。现在的客源还不是很多，我们一家人做就够了。等过些时日客源多了，我再找人一起来做。就这样，邱家人开始大力支持邱之意的美妆事业了。10天以后，他们已经提炼制作出了4瓶美白霜、8瓶水乳。邱之意提前通知了云山郡主和沈大姑娘。云山郡主对邱之意的东西已经是彻底信服了，当即表示她都要了。沈大姑娘还有些不放心，我先买2瓶美白霜，水乳也一样拿2瓶，我给我娘也带1份，剩下的云山郡主全要了。2人当场又付了邱之意几百两银子，如今他身上的银子有1000多两了，之前零零碎碎的用了一些，再加建房的事还得再付一些钱。他拿出300两给邱家盖房，袁氏下意识拒绝，我们咋能要你的银子啊？怎么不能要？从前你给我银子的时候我都要的，你现在也必须要。之意，你现在才刚刚起步，等以后赚了钱再给我和你爹都是一样的。是啊，之意，之前你就给了我们银子的，你给的银子我们都够用了，没必要再多给了。二哥，我前些天看了家里房子修建的图纸了，问你的房间太小了些，根本不够。还有四弟，他这么大了，必须要有一间宽敞的房间睡觉，这就当是我这个三姐给他的礼物吧。三姐知道你不是一个贪图享乐的人，只是三姐希望你住得舒服一些。你四弟还小，住那么大的房间做什么？挤一挤就过了。娘，向天从小受的委屈也够多了，咱们穿旧的破的衣服都是给他穿，穿的鞋子也是，长这么大他就没有穿过几件新衣服。如今不过是修建一个房间，我这个当三姐的有能力让他住得好，你就不要再推辞了。大家看着邱向天那深沉模样下眼含的委屈，都有些惭愧。确实，家里老老小小那么多人，后辈的几个侄子侄女都和他相差不大，大家都更关心小一些的，常常是把他给忽略了的。谢谢三姐。说完以后就跑出去了。我们这平时啊，都真是把四弟给忽视了。三妹说的对，我们以后要对四弟好。接下来的时间，秋季和白云云他们一起又开始研究新的东西。有些东西这个时代是没有的，秋季就去查找相关的书籍，去问城里的大夫相关的药理，然后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去尝试，也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他终于做出了洁面膏。秋季正算着和云山郡主约定好的时间，但他没有想到，还没到日子，云山郡主就找来了。只是看着还百废待兴的长安村，看着秋之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研制出来的各种东西，秋姑娘，真是苦了你了。为了赚钱，这些都是应该的。不知郡主这次来是因为何事？之前云山郡主问他住址，他实在不好拒绝，只得据实相告。他只是没有想到云山郡主会亲自前来。之夜，我这次来是想和你买美白霜和水乳的。宫里有一位贵人，无意间看到我的美白霜，就拿去试了一试，没想到他便想另外买1瓶，就托我来帮忙。正好，我这些天也制作出来2瓶，一会儿我拿给你。还有多的吗？2瓶不够的。我们现在人少，还做不出太多。你要是等得及，我过2天做好了再给你送过来。行，过几天我让春和过来拿。最近好几个人都在找我打听你呢。你这美白霜要是开大一些，以后肯定能赚钱的。秋姑娘，你真厉害。这还得靠郡主帮忙。是我应该感激你，要不是你啊，我这脸只怕这辈子都没有痊愈的可能了。袁山付了银子以后，才带着2瓶美白霜和水乳离开。没过几天，沈大姑娘带着人也来了。我娘说你这东西好用，让我给她买1包回去，甩了几锭金子到邱之意跟前。邱姑娘，你可得帮我啊！我娘说了，要是我这次给她买回去了，她这2个月都不会给我相看男人了。我这2个月的自由可都在你身上了。沈大姑娘，只怕你这2个月还得继续相看男子了。我最近几天制作出来的东西都被云山郡主给定下来了，说是宫里的贵人要买。你说我已经先答应了云山郡主了，总不好对她言而无信吧？
没想到你这里的东西还挺紧俏的，看来我还得提前订了。见秋之意要把黄金还给他，别，这些金子是定金，等你给云山把他的做完以后，你就帮我做吧，多做一些。我们家的女人多，用得完的。等沈大姑娘走了，白云云他们才凑过来。之意，他们还要我。富贵人家遇到好的东西，自然会买的，更何况他们也不差这点东西。要是咱们能在城里有个铺子就好了，这样他们买东西也方便，咱们也不用担心接了这单没有下一单了。以后啊，我们肯定会在城里弄一个铺子的，只是现在我们的本钱不够，城里的铺子租金也很贵，一时半会儿的，还是先赚一点本金再说吧。秋之意找到邱向北，让他把村寨里快吃不上饭的人召集起来，来他这里做事，一天50文钱，虽然不多，但绝对能够吃饱饭的。你把赵松、赵水也算进来。他们俩能干啥呀？大人有大人的忙法，小孩有小孩的用处。邱向北找来10来个人，这些时日一些基本的东西，邱之意已经交给了白云云和何月安，两人也能帮着长眼了。赵松、赵水两人被喊来，都有些窘迫，他们确实是快吃不上饭了。你们虽然小，但是也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要懂得自己养活自己。邱之意拿出之前买的原材料，教两人如何分辨不能用的东西，只留下好的。两人倒算是机灵，做这件事也没什么难度。二婶对我们好，知道我们快吃不上饭了，让我们来做事，就是为了给我们一口饭吃。我们做快一些，不能耽搁了二婶的事。在一众人的努力之下，沈大姑娘要的东西很快就做好了。邱之意在货物完工以后，当即拿出1口袋银子和铜板，给帮工的人发钱。这幸好有之意在，要是没有之意，就算咱们有一身的力气又咋样，还不是要出去要饭吃。要是落脚以后还出去要饭，以后家里的孩子都不好讨媳妇儿了。是啊，要不是之意，像我这样的老婆子能干啥呀？在家里做不了啥，建房也出不了力，那还不得活活饿死呀？之意让我们做的活都是手上的活，轻松还赚钱，真是比庙里的菩萨功德还大呢。各位嫂嫂婶子，这是你们自己干活换来的，和我没有关系。大家都是一个村寨的人，就不要说这些客套的话了。忙了这些天，你们也累了，要是没事儿，大家就先回去休息，回头有事情做了，你们再来。之意，要是来新货了，你可一定记得叫我们呐。邱之意给沈大姑娘把东西送到了将军府，原本以为送到了就能走了，没想到沈大姑娘的丫鬟却要邱之意进去喝杯茶。邱之意推脱不过，只好进去。绕过了几个回廊以后，远远的邱之意就听见沈大姑娘：“这位邱姑娘可是一个厉害的，就云山那张脸，这些年那也是请了无数的名医，却没有一个中用的，偏这邱姑娘把人的脸都治得差不多了。”下一刻便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哦，这位邱姑娘真这么厉害啊？莫不是她还是一个神医圣手？”“那倒不像，没有听说她会医人。”丫鬟领着邱之意上来，抬头看向眼前的人，顿时就呆了。“萧公子，你怎么会在这里？”这话一出，心里立马反应过来了。萧逸作为要逆袭的男主，将军府手握大权，他怎么可能不和将军府拉好关系？之意，是你？自打上次一别，又是几月未见，如今可安顿好了？都安顿好了，多谢上恩王关心。你我之间不必如此见外，就同从前一样，喊我萧公子就好。从前殿下的身份不好摆明，如今既然知道了，自然得守好礼数。你们竟然认识？去年我从边关回来的时候，同之意他们一起逃难回来，也算是患难之交了。啊，原来如此。沈大姑娘请两人入座。之意到底会多少本事？能否给我透露一二呢？你这成天藏着本事，倒是让我越发的好奇了。哪里是什么本事，不过是穷则思变罢了。
要是肚子都吃不饱，哪里还有力气考虑其他？需要啊？不需要，不需要。之前的事已经十分劳烦殿下了，如今这些个闲杂琐碎的事情，怎好再麻烦殿下？也罢，凭你的本事，要不了多久，你定可以在华京闯出一片天地了的。大的事也不敢想，我就是想顿顿有肉吃就行。哈哈哈，邱姑娘竟然同我有一样的爱好。她放开嗓门笑得嘎嘎作响，震得顶上的房梁都像是在颤动似的。她自己没觉得，秋之意看着也不由得惊讶，难怪云深说她很难嫁出去呢。像她这样的身份，低价将军府的人肯定是不愿意。门当户对的，人家娶一个小家碧玉大家闺秀不香吗？怎么可能娶一个这么粗犷豪放的女子？唉，秋之意暗暗叹气，都有些替沈大姑娘她娘忧心了。旁边的丫鬟见此，暗戳戳地扯了扯沈大姑娘的袖子。沈大姑娘这才是想起什么似的闭了嘴。我有点事耽搁一会儿，你们先聊，我去就回。秋之意见整个厅里就只剩下他和萧逸，想到这个时代的男女大防，他正要站起身准备告辞。先别急着走，我有事同你说。之意，太子最近是不是在接近你啊？一听这话，秋之意立马警觉起来。他当然知道横在萧逸和萧恒之间的是什么，那是皇位啊。为了个皇位，那就是什么都可以牺牲的。他可不想当炮灰。太子，他有接近我吗？我一个小小的村妇，太子这样的贵人，怎么可能记得起我是谁？殿下还是不要说笑了。之意，我知道你不想卷进这些事情里面来，但我的人打听到了一个消息，那就是冯玉娇并没有死，而是被太子救下来了。这话一出，果然见秋之意脸色凝重起来。那冯玉娇从前便恨透你了，如今她和太子牵扯到了一起，听说太子上次还带着三公主来给你们道歉，这件事只怕没有那么简单了。他这么做最大的原因就是在向你示好。是啊，你就是一个农女，他一个太子为何会无缘无故的对你这样一个农女好呢？他是太子，我一个见识浅薄的人，如何能揣测得了太子的心思？之意，那冯玉娇必定是同太子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不然……秋之意心思百转，若是他被太子盯上了，那他该如何自保？秋之意从身上拿出了萧逸的玉佩递给他。殿下，不管如何，你确实是帮了我的大忙，这块玉佩太过贵重，如今该是完璧归赵的时候了。之意，这块玉佩能在你危险的时候护住你的命，你还是拿着吧。原本是不想欠人情的，但这会儿一听这话，秋之意不傻，他立马反应过来，要是他不接受太子萧恒的示好，太子恼羞成怒，只怕分分钟就把他给灭了。有了这玉佩，那就多了一股属于萧逸的势力保护他。想通以后，秋之意飞快地把玉佩塞进了荷包里。他做这么多都是为了能够好好的活着，要是就这么被人嘎了，那就太不划算了。以后有什么事你都可以来找我，我府上的人啊，我都打过招呼了，也给他们看过你的画像了，你要是来随时都行。多谢殿下。两人从将军府出来，便各自回自己的家了。当然秋之意自然是满载而归，毕竟将军府很大方也是真的。尤其那个将军夫人知道是秋之意给她送上了美美的美白霜以后，简直热情的不像样子，临了嘱咐她要是有新品一定要先给她送来，价钱好商量。只是回去的路上，秋之意竟然遇上了赵寻欢。你这锦衣披身，我都险些没认出你来。赵寻欢当即拉着秋之意去找了个上好的酒楼坐下吃饭。秋之意也没客气，点了好多平时只能看不能吃的菜。之意啊，最近听说华京出了一种很神奇的东西，说是能让人变美变年轻，这东西叫什么美白霜来着？你可有听过啊？传说这东西啊有价无市，制作美白霜的人来头很神秘的，他做出来的东西只有皇亲国戚才有资格买到，其他一般的大户人家他都不卖。你是不知道，
私底下已经有很多贵夫人贵太太花重金打听了，这美白霜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听说一向以貌丑而出名的云山郡主也因为这美白霜开始慢慢变美了，这才让华京的妇人们趋之若鹜，将要打听这背后的神秘商家。唉，可惜啊，知道这内情的人口风很紧，硬是没把人给透露出来。要我说啊，这些个贵太太纯粹就是银子太多了没地方使，也不想想这世上哪里有能让人变美变年轻的东西啊，这不是骗人的吗？我看他们啊，多半是遇上了手段高明的骗子了。哎，知意啊，刚刚没仔细看，怎么我这会儿看你这脸上皮肤比之前好多了，皮肤嫩了许多，连带整张脸也白了许多，你这可是有什么秘方？秋之意听赵寻欢巴拉巴拉说了半天，这会儿终于说到了正题上。实不相瞒，我就是用了你嘴里所说的那骗人的美白霜。见赵寻欢满脸问号，我就是你嘴里的那个手段高明，把贵太太们都忽悠得团团转的神秘骗子。知意，你说的是真的？那个有价无市的美白霜真的是你制作出来的？看在你请的这顿大餐的份上，要不我明天也送你一瓶试试？哦，明天不行，手里的现货都卖完了，你想要新的得等上一段时间了。真的能让人变美变年轻啊？这世间真的有这种神药啊？效果没这么好，这纯粹就是谣言。不过这些东西就是护肤品，和胭脂水粉不大一样。胭脂水粉最大的作用就是掩饰自己脸上的不足和瑕疵，可是我制作出来的东西是从根本上保护好皮肤，减慢人变老的速度。不，准确来说是减慢皮肤变老的速度。人嘛，该老还是会老的，这可不是我美白霜能做到的。至于云山郡主的脸，这个嘛，主要是云山郡主的脸也不是什么病，就是脸上的斑点太多了，皮肤黑了一些，这些都是通过改善皮肤的环境慢慢的就能修复的。我的东西有一些用，但主要的还是在于云山郡主年轻，底子好，所以稍微有一点改变的时候，效果就会特别明显。但我的东西没那么好，可也没有那么差，确实是值得他们购买的。知意啊，你怎么这么厉害？怎么感觉你什么都会啊？你到底还有多少本事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你可抬举我了。你看看，同为女子，你现在身家不知道有多少了，这可不是我能够比得了的。知意，以你的本事，腰缠万贯只是时间的问题。那也是以后的事情，可我眼前的困难还摆着呢。如今虽然我们都安顿下来了，但要在华京城体面的过下去，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就譬如我这美白霜，虽然东西是好东西，但目前我并没有多余的本钱去找一个铺子，也没有多余的钱财去置办物件请人，凡事亲力亲为的，一个人精力有限，哪忙得过来？来，喝一杯，我告诉你一个能解决本钱的法子。秋之意是不喝酒的，他知道自己的酒量一杯下去就能飘，但为了赵寻欢嘴里的法子，他只好好，这杯酒我喝。两人一饮而尽以后，秋之意的脸腾的一下红起来，眼神顿时就有了几分迷离。不能喝酒你早说啊，我给你想法子就是。不如我出钱，剩下的事我不多问，1年以后你还我本金，给我息钱就行。一听赵寻欢这个法子，秋之意也觉得自己的这杯酒吃得冤枉。虽然在商言商，但凭着两人的交情，赵寻欢要的息钱很公道，两人一下就达成了协议。吃过饭以后，赵寻欢不放心，随即让自己身边的人把秋之意送了回去。周霆锋见天色已晚，秋之意还没回来，正要去接，没想到就看见秋之意踉踉跄跄的回来了。你这是喝了多少酒？怎么醉成这样？1杯，可真是海量啊。周霆锋把秋之意扶到他们搭建的帐篷里。知意喝醉了？胡说，你三妹从来不喝酒，她可是滴酒不沾的。嘿，真的啊娘，你自己看啊，三妹就是喝醉了。袁氏一听，立马朝秋之意所在的帐篷走去。这边周霆锋把人扶到床上，秋之意立马就倒在了床上。周霆锋端了水进来，准备给秋之意洗洗脸。他拿起帕子，低头去擦秋之意的脸。秋之意突然伸出手，一把扯下周霆锋的衣领，一下就亲上了周霆锋的唇。
周霆锋只觉得身子浑身一僵，时间好像在这时候静止了。他静静地看着邱之意，两人之间有凶狠的情愫在来回涌动，压抑了好久的情丝在两个人之间疯狂流窜。要瘦了，这大白天的。说罢，他的身影从帐门口退了出去。这下两个人才回过神来，刚刚邱之意的动作被袁氏看见了。快睡吧，我出去招呼团子。第二天，邱之意就进城去找了赵寻欢，两人约好了要商讨借钱的事儿，拟定了款项数目和契书以后，邱之意就开始寻找合适的铺子。他在赵寻欢的手里借了5万两银子用于开铺子，为了节省成本，邱之意准备把加工的地方选在长安村，这样一来，村里的人做事也方便。目前他只打算招10来个人新干，等后续发展起来了，再一步步壮大自己的规模。白圆圆和何月安虽然在帮着他干，可两个人到底还要管家里的孩子，精力并不能全部放在帮他做事上。他得从村寨里挑一批能干的人好好的培养，如果村里没人，那他就去人牙子手里问一问。一番挑选下来，除了一些能做杂事和一些简单管理的事他们能做以外，其他的比如一些复杂的计量过程以及管账记账的技术活就得另外找人了。姑娘，这些个丫头都是能识文断字的，你看看有没有看得上的，买不买断都行的。邱志看完了这些女子的情况，随即挑选了几个人出来。我并不是每个人都要的，要是有中意的我才要。这些收支项目，若是他们能做出账来，我就买。姑娘，那你可找对人了，我这里面可有好几个之前都是官宦子弟家的姑娘，是咱们华京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要不是家里父兄犯了罪，他们现在只怕都不会往咱们身上看一眼。虽然这些个人骨子里有些但没关系，打一顿就好了。他们长家的本事可强得很呐，这一点账本他们还是会的。好，你让他们先试一试。虽然人牙子嘴里的话有些夸大，但还真的让邱之意挑了4个人出来。你们4个人的卖身契如今都在我的手里，我并不是什么刻薄之人，我知道各位都是有些本事的人，如若4位以后替我尽心尽力做事，我向你们保证，5年以后我归还你们的卖身契，并且给一笔银子给你们安顿以后的生活。原本没什么表情的几人一听到邱之意5年以后愿意还他们卖身契，几人立马露出了一丝喜色。你有了我们的卖身契，就能指使我们一辈子，你为何只要5年就还我们自由？我给你们自由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你们这5年要尽心尽力替我做事。只要5年吗？是。再说你们现在除了信任我以外，并没有其他的路了。几人原本就是发卖之身，若是能有一个待他们好的主家，日子还算好过一些，这就已经算是最好的结局了。但给他们自由之身那是不可能的，可邱之意竟然答应5年以后还他们自由之身，这让他们已经绝望的人生顿时燃起了新的希望。就这样，邱之意有了4个得力的助手。这4个人原本就是华京大户人家培养的掌家好手，他们对华京的情况十分的熟悉，能快速帮邱之意提供解决的方法和主意。就这样，邱之意的铺子飞速地成立起来。不过铺子成立了，他的护肤品可得选一个合适的名字，花颜。为了能卖出一个高昂的价格，邱之意特意找人设计了精美的外装。没办法，华京的贵太太们不缺钱，把这些外装整得精致一些，让这群富太太觉得花大价钱也是值得的。他在城内租下了一个小院子，虽然算不得多好，但整体还算温馨。这里安置了买来的4个女子，有时候忙不过来的时候，邱之意也会在这里暂住一晚。单单这些筹备工作就费了1个月才理清楚。在铺子开张之前，他还得亲自盯着出一批产品才行。而4个姑娘开始通过各种法子在华京城里造势。原本邱之意的护肤品就已经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再经过这么一造势，很多富太太都在奔走询问如何才能买到能让人变美变年轻的美白霜。
秋之一回到长安村，如今你这忙起来，3天2头的都见不着人了。娘，我要是天天在你跟前晃悠，你肯定也会像嫌弃大哥二哥那样嫌弃我的。对了，温岭他们几个现在都去念书了，每天还得你大嫂去接呢。念书是大事，不能耽搁，等明年团子5岁了，到时候也让他跟着去。如今他们的房子已经修好了，一座干净明亮的大院子。秋之一回到自己家里，他进屋的时候，周霆锋正在教赵团团识字，一大一小2个人十分和谐地坐在那儿，看着还挺温馨的。回来了。回来看看团团和你，一会儿还要去看做工的情况，过些日子准备开张了。2人又把家里琐碎的事说了些。秋之一便去查看做工的情况了。之前的时候，他们是搭了简易的屋子进行提炼各种成分，但经过这段时间加工加点的赶工，如今他已经有了一座不小的作坊。除了之前买的4个丫头，秋之一后面又买了2个同样身世的男子。大掌柜，这2个男子主要负责生产这一块的事情。秋之一本来准备把亲戚招一些进来培养的，但想到招了亲戚，那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有些话还不能说，与其这样，倒不如不请。只是流水线这一块没什么计较，只要能用的，他倒不分是不是亲戚。只是他这一开工，整个长安村的人都想进来，一个个的不是找他说，就是找到他爹娘跟前说情，都是村这里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秋之一算了一下户数，当即答应愿意来的人一户先只限1个人，然后再分批次进来。毕竟秋之一次也要不了那么多人，这次招工赵松也在里面的。看着这个大孩子，秋之一把人叫到跟前，让他和自己签了一个契约，然后就让赵松去念书了。念书期间他付他工钱，等念5年的书以后，他以后得在他手下干满10年才算，不然就得交付赔付金。多谢二婶。不用谢，你也没有赚什么，念完书还得给我干10年才能得到自由身，你以后不要反悔就行。不管咋样，都是二婶栽培了我，这样一来，赵水也能去念书了。在赵寻欢那儿借的银子没用多久就花完了，他又找赵寻欢借了第2笔，可是第2笔赵寻欢不想借，只想入股分红，秋之一也答应了。毕竟赵寻欢财大气粗，有了他的资本投入，他的生意才能越来越壮大。祝他们合作愉快，开工顶级麻辣王子辣条1包，请朋友评鉴，这可是我黄洋兄弟的礼物，一般关系不轻易了。在开张前夕，秋之又出了一批货物，有了这2批次的货物，应付完开张生意以后，还能再撑一段时间。这天秋之忙完以后回家中吃饭，原本是准备回自己家的，没想到被袁氏截胡了。看你整日忙的，看看都忙瘦了。今天我特意炖了你喜欢吃的猪蹄和牛肉，你大嫂还特意去给你买了1只烤鸭，都是你爱吃的菜。秋之心里暖融融的，娘不用那么麻烦，我最近天天往城里跑，这些肉也没少吃，外面的菜能和家里一个味道吗？那倒是。大哥呢？我怎么感觉好几天没有看见他了？出去找事做了？原本是打算在你那里找事做的，可一想到村寨里其他户的人家比咱们家困难多了，他们需要在你那里赚些钱吃饭，你大哥便不好同你开这个口，还不让我们说这事，就是怕你难做。之前我让大哥去做管事的，他直接拒绝了我，说他不想做这些事，原来他是在顾虑这个呀。倒不是他不想来，只是他和我说过，你那里的事都要仔细的人才能做下来，他粗枝大叶的不大适合在你那里。秋之一想了想，确实是，邱向南确实做不了他那里的事，除非去做生产线。哼，让他出去闯闯，头上闯上几个包就知道厉害了。外面的事哪有那么好做的？去给人看脸色低声下气的，我看他也忍不了多久。一个要啥没啥，空有一身力气的大老粗，他能干啥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总不能再回来种地吧？
种地能值几个钱？种地啊，娘，你可别这么说。要是这地是咱们在马家寨种的那种地，说不定还真的有赚头。邱志毅一听，立马有了主意。你们先别急，我有法子了。大嫂明天让大哥来见我，咱们呀就种地。好，一会儿你大哥回来，我让他明天就来找你。虽然邱志毅嘴上说的是种地，但白圆圆觉得以他家小姑子的脑子，这种地的事儿绝对不会那么简单。第二天，邱向南果然来找他了。三妹，你大嫂说你找我有事儿。大哥，我研究过这里的土地，很适合种果树，正好我有法子弄到一批稀罕的果树。咱们现在在华京，有钱人家多的是，什么东西越少，他们就越稀罕。这样的话，不费多少力气就能赚到不少钱。所以我准备购买一些好的果树来，到时候你再去寻一个有经验的人，咱们种一大片的果莲，专门卖给华京的贵人们。只是这果树长起来，只怕也要1-2年。但只要果树长起来以后，一旦结果，以后咱们除了吹一点人力以外，也不需要太多的本钱。再则，来我那儿买护肤品的都是华京的贵太太们，他们可不愁钱的事儿。这么一来，果子种出来也不愁没人买，怎么算都是赚钱的营生。哎，这个好，这个好啊，咱们就种果树。你是不知道啊，上次我和你大嫂去城里逛，原本是打算给家里的孩子买一些果子的，可是那果子的价格，一问我才晓得，卖的竟然比大米还贵。我和你嫂子就没买。这么算来，种果树肯定比种地挣钱呐。咱们长安村旁边不是还有一片树林吗？回头我跟向北和村长商量商量，咱们也全部换成果树。大哥，山林的事暂时就先别提了，山脚下不是有一大片的荒地吗？咱们把这片荒地开垦出来种树就行了。刚开始咱们不能贪多，等后续的生意上道了，咱们再扩展也不迟。好，你怎么安排我怎么做，这么一来还能多找些人手做事。那秋儿不是闲着呢吗？正好拉来和我一起做事。好，我过些天就去买果苗，你先找人把地给翻了，到时候果苗种子一到，你就立马安排人栽树。好。邱向南一刻也不敢耽搁，立马就去找人了。邱志还趁着天黑，暗戳戳的和周廷芳一起去把空间里的领土和荒山的土更换了一道。他逃荒之前就买了许多在这里没有的果苗，如今开垦种果树正好派上用场。过了2天，邱志就通知邱向南，果苗已经到了，随时都能栽种了。邱志的护肤品准备好了以后，挑了一个黄道吉日就开张了。铺子的名字就叫花颜胭脂铺。邱志那不大的铺子跟前排起了长龙，全是富贵人家的丫鬟小厮，一个人拿了一大叠银票，翘首以待的，争先恐后的排队想替主人家买到传闻中能让人变美变年轻的美白霜和水乳。看着整条街因为一家胭脂铺子给堵得水泄不通，大家越发对花颜胭脂铺好奇了。4大姑娘给邱志打的广告果然不错，还有就是云山郡主的事也传开了，说原本貌丑的云山郡主如今竟越来越好看了，完全和丑不沾边了。为此，云山郡主还亲自派人送来了府里的贺牌，还有沈将军府里的贺牌。大家原本看到这花颜胭脂铺背后有郡王府和将军府的人撑腰，就很受震动了，没想到最后竟然连上安王也送来了贺牌，那可是如今风头正盛的上安王啊！这下大家心头又开始嘀咕了，这花颜胭脂铺背后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竟然能让贤明在外的上安王也派人前来道贺。要知道他这么一做，以后华京谁还敢找这花颜胭脂铺的事儿啊？可众人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上安王的贺牌还没到多久，太子的贺牌也送来了。这下大家都沸腾了，好一个花颜胭脂铺啊，这来头只怕不小啊！顿时外头的人都在猜测，花颜胭脂铺的老板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能牵出这么大的人物来撑场面。大掌柜，太子送来了贺牌，我们该怎么回礼？刚刚上安王就已经让他很震惊了，没想到竟然还有太子。黎秋在看见邱志皱起眉头时，越发的不解了。有这些大人物给他们的铺子撑腰，这就注定了
他们以后在华京做生意会一帆风顺。大掌柜，怎么了？没什么，有时候太惹人关注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至于回礼，你就按照上安王的回礼回一份吧。是。大掌柜，咱们铺子跟前排了那么多人，若是按照你的吩咐，只怕好多人都买不到咱们的美白霜了。这可是赚钱的好机会，为何咱们有那么多的存货也不全部拿出来卖呢？物以稀为贵，一句话黎秋便明白过来了。花颜胭脂铺卖的东西简直可以说是贵得离谱，但还是有那么多人前来购买。除了花颜的护肤品确实很有效果以外，最重要的是花颜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到的，这就是饥饿营销。他要让这些富太太因为买到他的东西生出些虚荣来，这么一来他们就会成为花颜胭脂铺的忠实客人。李秋，你备些小礼品送去给后面排队的人，告诉他们今天的货物有限，让他们明天早一些来。哦对了，向外公布咱们花颜胭脂铺为了注重美白霜的效用，保持美白霜的质量，以后每天只卖出50份，多了一份都没有。好。什么东西啊？我们排了那么久的队，你们一句说卖完了就卖完了，那我们岂不是白排了？要是没东西卖，你们开什么铺子啊？开张第一天就没货了，我看你们是诚心不卖给我们是吧？这位小哥，我们铺子今天来了多少人，你也是看见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花颜的东西好，但这好东西背后自然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所以这东西自然就做得少。咱们铺子底下的人正在日夜加工的赶货物，但是我们人力有限，希望小哥理解一下。为保证美白霜的效用，我们铺子从明天起每天只卖50份，先来先得，多的一份不卖。这是我们花颜胭脂铺给排队又没买上东西的人的一份歉意，望各位收下为谢。黎秋说完，便有其他丫鬟纷纷送上小礼盒，大家打开一看，见里面的东西无比精美，确实没让他们白排队。这下就算没买上东西的也都消气了。可之前的那个小厮看都不看礼盒一眼，直接把礼盒往地上狠狠一砸。老子不稀罕你这种东西啊！你以为老子要饭的是吗？啊，叫花子，老子今天就要买到你们铺子里面的美白霜，不然这事儿不能善了。大家之前都知道这个小小的花颜胭脂铺同太子等人都相熟，可如今出了这么一个居然不把这事放在心上的人。这位小哥，你若是不服，大可以去公堂上同我打官司。啊，你一个小小的商户也配在老子跟前猖狂？你来挑事？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以后会后悔的。你们知道我身后的人是谁吗？我管他是谁，只要他来闹事，我一样踩他在脚下。听到这话，小厮没敢再说话了，毕竟他看周霆锋那狠样，确实不像是开玩笑的。闹剧收场以后，秋季回到自己的桌子前，失算了，看来他这里还得找2个武力值不错的人来守着，免得出现刚刚的这种情况。秋季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能日收过万，开张这一天，秋季不但过万了，还日收好几万。他觉得自己的选择确实没错。秋季的铺子走上正道以后，他并没有以前那么忙了，不过忙活了这么久，他真的得好好的休息一下，忙里偷闲，享受一下这人间的快乐。没想到赵寻欢却颠颠的找上门来。邱大掌柜，你现在也太不地道了些，就我们俩之间的交情，我白花花的银子拿出来想买你铺子里的东西，我现在都买不到，我天不见亮就让我的丫鬟来排队买，没想到来了人已经超过50个了，我就只能等下一天了。我寻思你家铺子总不能天天那么多人吧，我隔了几天又让丫鬟来买，还是买不到，没办法，我只能亲自来买了。好说好说，别气了，先喝一杯，看在我们的交情上，今天怎么也得送你一份。1份可不够，我老娘念叨了好久，怎么也要给她买1份吧。我有个婶婶对我超级好，你说我一个后备用好的，不给她进献一点，我良心会痛啊。只能付1份，其余的付银子自己买。真是无奸不商啊，连朋友的银子都要赚呐。
你也是伤啊。再说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随即黎秋带着3份花颜大礼包走上来，赵寻欢付了2分的银子。刚刚付完银子，就见黎秋朝向了邱之义。邱之义无奈，只得掏了1份的钱。邱大掌柜，这铺子不是你开的吗？怎么你自己送1份礼物还要自己付钱呢？这不是自己左口袋的钱拿来放进右口袋吗？这有意义吗？赵掌柜，这些货物进来以后，我们每一份都是登记入册的，不管是谁动了这东西就得付银子，我们得核对每一笔收支，到时候要核算本金的，这样也方便我们以后对货物的价格进行灵活的调整。大掌柜的1份原本是没有什么的，可是若是破了这个例，以后类似的情形也会变成常态，这不利于我们铺子的收支核算。怪不得邱之义只送他1份呢，搞半天他自己还要付钱。花颜胭脂铺开门不到1个时辰，就把1天的50份全部卖出去了。大掌柜，我们的货物那么充足，现在每天只卖50份，是不是太少了些？我看以华京这些贵太太的本事，就算每天卖出100份，也是不会影响他们的。黎秋，我们刚开始就是要把花颜是稀罕物的观念打出去，要打得深一些，这样以后才会更顺一些。至于你说的货源的事儿，确实如今我们制作出来的东西确实存量足够了，所以我准备过些天出去旁边的州县看一看，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地段和位置。若是遇上合适的，我便让你们其中的1个人去做分铺的掌柜。哦，对了，你平时也帮我留意一下人牙子手里的人，看看有没有合适做我们这行的。若是有的话，你可以帮我把一下关，咱们以后有条件了就多开一些这样的铺子，到时候总是需要人手去当掌柜的。好，这边邱向南终于等到邱之义回村了。之义啊，我跟你说啊，我们栽种的果苗全部都活了，一根都没有死。这真是老天爷上赶着赏饭吃啊！我请的那些老师傅说了，咱们的这些果苗以后肯定能长得很好的。他说啊，他打理了那么多年的果树，从来没有遇到像咱们这样的情况。还是大哥厉害，我就说大哥做事肯定没有问题。不和你说了，我还得去看看除草的情况。回到家中，邱之义同周霆锋说了要外出去看看新铺子的事。之义，我同你一道去吧。没事的，我同赵寻欢一道去，他对华京附近的州县也是十分熟悉的。哦，对了，刚刚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我娘在准备菜，还准备了不少，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又要去逃荒呢。我问了她，她都不搭理我。现在这些当爹娘的脾气越发大了，你可知她这是在做什么？原婶是在准备我和你成亲时的喜宴，你不是说了吗？等铺子开张了，咱们就成亲。啊，不好意思，周大哥，我忙忘了。没关系的，只要你不是后悔了就好。邱之有些愧疚，不过他决定了，等这趟出去把分铺的事搞定了，就回来着手成亲的事。他侧身一看，只见旁边的桌子上写了许多喜字。娘，我知道这个字念什么，这个字是喜，喜欢的喜。是喜欢的喜。这样的日子真好。不过为了早点回来，邱之义当即压短行程。之义，你现在莫不是钻到钱眼里去了？我看你在华京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了，现在还这么着急赚钱。钱眼倒是没有钻进去，就是我忙着早点回来成亲。成亲？你和周公子不是早就成亲了吗？怎么，你现在身价高了，就又准备换人啦？从前我和周大哥就是一个口头约定，并没有实打实的成亲。现在安定下来了，自然是想早一点补上。赵寻欢这下明白了事情的缘由。2个月以后，邱之义办完事情回到了华京。这次他回来就是要把成亲的事给办了的，没有想到就在这样的时候，北方竟然又开始闹饥荒。除却饥荒的事，边关的战事也开始出现了小规模的战争，一切都变得不安定起来。华京作为都城，相对来说还是安全的，毕竟是天子脚下。而邱之义偶尔从一些官家太太零碎的谈话中提及皇帝如今是焦头烂额，谁要是能在这样的时候给皇帝排忧解难，那就是为国家立下了不朽之功。就在邱家张灯结彩准备办喜事的时候，太子萧恒竟然亲自登门，
萧恒屏退了所有人，独独把秋季留在了客厅。太子，我不过是一介乡下寡妇，太子何必同农夫开这样的玩笑？秋姑娘，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慎重地考虑一下，给本宫当个侧妃并没有委屈你。你一个乡下的寡妇，原本是没有资格入主东宫的，可本宫还是愿意纳你进府。太子，绵父虽然不是什么厉害的人物，也不是什么入流之人，但也请太子自重。我秋之意已经是有夫君的人，太子这样的话，若是让我夫君听去了，岂不是要让我无言以对？还有，我虽然是一介乡下寡妇，但认你贵如太子又当如何？谁说你看上我了，我就要嫁给你？你以为你是太子就能让天下的女人都围着你转吗？哼，别说区一个侧妃，就算太子让我当太子妃，我秋之意也是不愿意的。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必同你装模作样了。秋之意，想来你必然知道本宫为何非要纳你进东宫了吧？绵父不知。哼，你也知道本宫贵为太子，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你这样的姿色放在东宫也不过尔尔，本宫更没有必要为了娶一个寡妇进门而白白污了自己的名声。可是秋姑娘，谁让你有逆天的本事呢？那这一切便都由不得你了。本宫之前已经是给了你很大的面子了，但这不代表本宫脾气就好。如今本宫既要你入东宫，便由不得你选择。秋姑娘，你总不希望你们邱家人和你们村寨的人在华京不好过吧？秋之看着萧恒那险恶的嘴脸，真的气得不行。看来他只能毫无保留地选择萧逸了。之前他还觉得只要萧恒不出来作妖，他就在萧逸跟前装糊涂，不牵扯到这些纷乱里去。秋姑娘，进东宫有什么不好？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你家里也能鸡犬升天，以后啊，无人敢欺负你，这对你来说不是最好的选择吗？太子，绵父不知道你为何会选绵父，但绵父可以明确地告诉你，绵父永远不可能嫁给你。那本宫就等着你上门来求我娶你吧。等萧恒一走，秋之立马换了衣服要去找萧逸，只是他穿好衣服正要出门，周霆锋便拦住了他。他是来逼你嫁给他？是，他好像对我起了疑心，如今灾难频发，他想救我立功，巩固自己的权位。周大哥，咱们是平头百姓，对抗当朝太子那就是在自寻死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投靠上安王萧逸，借他的力量庇护我们。你若是不愿意，也大可不去，剩下的事就交给我吧。秋之有些惊讶，但如今不是啰嗦这些的时候。以萧恒的德行，他再慢一些，说不定一会儿邱家人就要被下大狱了。至于什么理由，秋之意都不用去想，毕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周大哥，这些事等我回来再说吧，我先去找萧逸了。秋之意让邱向南驾了马车，他便去找了萧逸商量对策。萧逸似乎对秋之意的到来没有多少意外，两人都是熟人，没有那些客套的话，都是开门见山的。您先喝口茶，不要急，他动作再快也需要些时间。对你来说，正如萧恒所说的那般，嫁给他是最稳妥的一个法子。但既然你已经心有所属，且又不愿意同流合污，那就只能是另想他法了。志毅，你告诉我，为何萧恒要娶你？我们相识了那么久，我想我值得你信任。你知道萧恒这次娶你是为了什么？他想立功。如今境内灾荒频发，若是他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都是盖世之功，那他的太子之位将会固若金汤。王爷，既然我来找你，自然就是信任你的，也把我一家老小的生死都交到了你的手上。王爷还记得马家寨山头上的那些荒地吗？明明都是碎石地，却能快速地生长出庄稼，庄稼还长得很好。因为这些荒土的缘故，咱们这一村一寨也没有饿死多少人，
这在逃荒的路上来说已经是一个奇迹了。这些荒土，但凡种植过庄稼的人都明白，按着常理是绝对长不出庄稼来的。大家都觉得马家寨上面的荒土是天老爷怜悯咱们村寨的人，给了我们村寨的人一条生路。实际上，志毅，这些荒土莫不是同你有关系？是，这件事确实同我有关系。秋日把自己有一个随身空间的事大抵给萧逸说了一遍。我有能够控制这些土地的能力，但前提是我得活着，我的家人得活着。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王爷，这次你若是想立功，我也可以帮你。你放心，就算天塌下来了，我也给你顶着。我的领土并不是无限大的，就算从领土出现到现在，我空间里的领土也是有限的。这一点我希望你也要清楚。萧逸自然也想到了，不然当初他们一村一寨的人就不会逃荒了，直接用他的领土在原本的地方住下来就行了，何必兜兜转转吃那么多苦。就算在马家寨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没有分到领土的，从当初有些人家的收成他就看得出来。只是这领土既然是一天天在长的，那就是好事。如今饥荒频发，民心散乱，我们得先去最严重的地方去祈福，以这样的方式让老百姓相信上天没有抛弃我们。只要有人从领土里得到好处了，其他地方的人心里就会多出点期盼来，至少我们的国度不会那么快就出乱子。秋至顿时便明白萧逸的意思，两人约定好相关的事情以后，天都快黑了。可就在这时，一个侍卫匆匆走了进来。殿下，太子的人把城郊一个叫长安村的地方包围了，还把其中一户姓邱的人家大大小小全部抓了起来。没想到他手脚还挺快的。是以什么罪名下狱的？听说啊，是因为查出长安村的人录影造假，还有杀人罪被抓的。听到这话，邱志和萧逸都明白，萧恒就是故意的。你先别担心，我马上进宫，后面的事你等着就是。就算你一家人今天放不出来，要不了2天一定会出来的。我跟你保证，绝对不会存在用刑之类的事。邱志见萧逸如此说，虽然还是不放心，但目前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三妹，怎么了？我看你愁眉苦脸的。邱志也知道这件事瞒不过，当即就把刚刚在萧逸那里听到的消息告诉了邱向南。大哥，你先不要慌，如今在外头的只有我和你，如果我们都慌了，那爹娘他们可怎么办？三妹，你可有什么法子？大哥，你先不要担心，我已经和沙安王殿下说好了，他会帮我们的。爹娘都这么大年纪了，我听说牢狱里又冷又暗，他们怎么受得了啊？还有二弟媳，她还带着那么小的孩子，他们如何能在牢狱里过夜啊？这些邱之意何尝不知道，我再想想，看看有没有人能帮得上忙的。我们去郡主府。之意，你怎么来了？元山郡主，我家里人被太子的人下了大狱，我家中之人老的老，小的小，这夜寒路重的，他们如何受得了这些？不求郡主其他，就想请郡主能否通融一二，给我爹娘他们在牢狱里一些照拂。元山郡主全是靠邱之意的美白霜治好了脸，对于这份恩情，云山郡主一直记在心里的。虽然不大清楚邱之意为何会和太子扯上关系，但邱之意只是求他照拂一二，并未让他去帮他把人放出来，就这点事，凭他郡主府还是能做到的。从郡主府出来，邱之意和邱向南这才折返回长安村，两人心急如焚，匆匆回到长安村。走到村口，就看见一众官兵围着长安村。你们凭啥要抓邱大哥他们一家？你们抓人总得有个理由啊！你们今天要是不放人，咱们整个长安村明天就去告御状。闭嘴！你这个老东西，再啰嗦一句，我打烂你的嘴！领头的人凶神恶煞的，邱二扛起手里的长刀，就要同官兵拼命。村长立马让人拦住了邱二，现在冲动不得，他们手无寸铁，面对这么多官兵，肯定是要吃亏的。有人眼尖发现了邱之意，但大家都没有敢出声，还偷偷示意让他们2个人赶紧走。邱之意和邱向南随即绕过村里的山路，从靠村的山上下去，才到了村里。两人换了衣服，悄无声息地混在人群里，双方人马都在僵持着。
突然，邱志毅的袖子被人扯了扯。志毅，团子在我家里，你黄大哥亲自看着，你不要担心。邱志毅不由愣了一下，这种情形他刚刚寻思有周霆锋在，保护团团不是事儿，所以并未回家去。这会儿听黄母这意思，似乎周霆锋不在这里。大娘，周大哥人呢？团团怎么在你家里？他环视了四周，见人群中果然没有周霆锋的身影。霆锋说他有事情要出去耽搁一阵，让我们等你回来。闻言，邱志心中一咯噔，以周霆锋的品性，他并不是会临阵脱逃的人，那他能出去做什么？他脑子里灵光一闪，突然想起刚刚临走之前萧逸对他说的话。萧逸说上将军府在巡府中的嫡子，还特意说了上将军的名字，周汉生。周志毅，怎么了？大娘，我没事，你先回去把团团藏好，不要让他出来。哎，好，你放心，谁要是敢动团团，我拿命跟他拼。黄母急匆匆走了，这边一个官兵匆匆跑来，对领头的官兵耳语了片刻。邱家人带头做假录影，和你们没有关系。要是你们把邱家人平日里所做的坏事、恶事都说出来，本官不但会给你们自由，还能给你们一大笔银子。邱家人一家子的心善人，他们怎么可能会做恶事啊？咱们长安村几百号人，要不是有邱家人在，我们都没命活到今天。这样的人家怎么会做恶事？若是这样的人都有人说他们是恶人，我第一个不放过他。村长的声音很大，他在回官兵的话，也在提醒整个长安村的人，他们的命都是邱家人救的。这种时候，谁要是敢倒戈相向，那他这个在长安村说得上话的人，绝对不会放过他。就是啊，要不是寨主他们，咱们哪里能逃得出来？饥荒、水荒还有疫病，别人都是一堆一堆的死，我们一路上统共也没有死几个，咱们靠的啥？不就是邱家人吗？寨主他们一家都是好人，都是好人呐！你们凭啥抓他？赶紧把人给放了，不然我们这些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都闭嘴！现在我有重要的事要宣布，邱家人现在还有2个人没有捉拿归案，一个是邱向南，还有一个是邱之义。你们要是知道他们2个的藏身之处，一定要禀告本官，不然等本官查出来，一定治你们窝藏之罪。邱之义已经是邱家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就算是邱家有罪，你们凭啥要抓一个已经出阁的女子？村长还在和官兵头子争论，邱志和邱向南互看了一眼，然后2人就默默地从人群中退回去了。等2人退出去没多久，黄明光就匆匆跑来了，他凑到村长耳边说了2句话，村长就招呼着全村人回去了。唉，真是作孽呀！今儿个他们抓人的时候，正好被团子看见了，你爹娘还有几个侄儿侄女都被吓得不行，又哭又叫的。要不是霆锋拦着，团子都要跑出去帮忙了。这孩子真是乖巧懂事，自己都害怕，看着你爹娘一家被抓，他还要冲上去。邱志一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儿子，小宝别怕，有娘在，你外祖父外祖母不会有事的。你现在赶紧睡觉，睡醒了以后，你外祖父他们就回来了。真的吗，娘？真的。听到这话，赵团团才咧嘴一笑，没一会儿就在邱志怀里睡过去了。到底还是当娘的好，你来2、3句话就能把他哄睡着。我和你黄大哥哄了半天，团子都害怕得很。给我吧，志毅，让团子今晚跟我睡。你们有啥事儿就先商量着。这会儿村长已经赶来了，你俩赶紧藏起来吧，要是被外面那群强盗看见，会把你们2个也捉去的。捉去就捉去，省得我在外头心里难安。向南，你就莫要添乱了，要是进去了，那我们在外头的人岂不是又要多担心一个人？村长，你不要太担心，虽然我们得罪的是太子，但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糟，具体情况我也不便多说，就先等这2天的消息吧。不过村长，在我家里人还没出来之前，你们也不要去闹腾了。这些天先把地里的活放一放，让大家先在家里休息2天吧。要是被外面的官兵拿住了把柄，到时候吃亏的永远都是我们。好，听你的。
这天晚上，邱志和邱向南都睡在了黄明光家。也不知道爹娘还有孩子们过得咋样了。你就放心吧，好人自有好报，天老爷不会不管的。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嘈嘈杂杂的声音。黄明光率先走出去。知意，霆锋回来了，他回来了。真的。邱志跑到村口的时候，就看见周霆锋一身锦衣，整个人玉树临风，在周霆锋的身后是一众铁甲兵。夏将军，不知将军所谓何来？这是周家的大公子周霆锋，你有什么话就问他吧。一句话就点清楚了周霆锋的来历，官兵顿时吓了一跳，赶忙对周霆锋行礼。周霆锋却看都懒得看他一眼，径直把手里的一方圣旨拿出来，递给了旁边的夏将军。夏将军当众宣读了圣旨以后，那官兵头子才恭恭敬敬地站起身来。还不这下官兵头子这才领着人狼狈地离开。刚刚宣读的圣旨内容就是邱家人一路上维护族人，深明大义，还无偿献出药方，让疫病得到有效控制，对天下人有恩。至于陆隐的事，且不再追究真假，还给邱志这个大功臣一方御笔字帖，功德无量。等官兵都走了以后，整个长安村的人还是傻眼地站在原地，因为他们发现周霆锋摇身一变，竟然就成了周家军的大公子。他们其实并不清楚周家军是什么情况，但来华京的这些日子，有时候在街面上的时候，也能时不时的听人说起周家军如何的厉害。周家军啊，那个传言百战百胜的周家军，是整个东越国的利器，只要是周家军出战，那基本就是10拿9稳的胜利了。周家周汉生老将军被封为上将军，满朝文武谁不敬重，就连当今皇帝都要对周家礼让3分。今日有劳夏将军。大公子客气了。说完以后，便带着周家军匆匆离开。知意，你没事吧？周大哥，我爹娘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你莫要担心，我已经叫人去接了，想来这会儿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我就说当初霆锋怎么能一个打倒那么多人呢？原来人家是上将军府里的大公子，难怪这么厉害。这下好了，以后有霆锋罩着，在华京啊，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被人欺负了。团子我放在黄大娘家的饭我都是给他做好的，他最近有些挑食，昨天还被我说了几句。周叔娘，知意，我的身世我并不想隐瞒你的，我没告诉你这些事，一是你没问，我看你对这些事也没多大的兴致，所以也没多说。二是这些事我确实也不大愿意提起。我是上将军府的大公子，我娘在我记忆里一向多病，后来便去了寺庙清修。我爹常年在外征战，府里前些年便是我祖母做主，我祖母不大喜欢我娘和我，总之便是过得很不如意。后来我娘去清修以后，我便心灰意冷，离了将军府。自此以后，我便打算走走停停，像个山野贩夫走卒那般过完自己的一生。直到我遇见你，知意，我才决定好好的同你过日子。周大哥，对不起。知意，你不要多想，更不要觉得有什么对不起我的，能保护得了你，这才是我最为高兴的事儿。从前觉得逃出的是牢笼，如今我却很庆幸上将军府能够帮到你。知意，只是如此一来，可能以后会有很多委屈你的地方，你得多担待一些。你连自由都可以舍弃，我受些委屈算什么？昨天我回了上将军府，把事情同他说清楚以后，他便进宫去见了陛下。巧得很，上安王殿下说的也是这件事儿。如此一来，陛下才信了我们是无辜的，这件事儿便算是翻篇了。铁甲军回去没多久，果然邱家人就被放出来了。外祖母，你们终于回来了，娘果然没骗我。